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从拿筷子的姿势看今生命运，太准了。看一看你吃饭的时候喜欢如何拿筷子，测一测你今生的命运是什么。你是天生就是富贵命，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起始点比别人高，同时你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，你尽量的将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。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富裕的家境，即使你不努力也可以过富贵的一生，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将自己全面发展。你没有那样富二代的架子，因此愿意与你相处的人很多，因此即使脱离家庭的光环，你也能活得非常好。 B， 你有大富大贵的命运，不过你并不是天生拥有的，而是后天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拼来的。你非常有野心，你最开始奋斗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失败，但是由于你的野心，你一直在坚持，经过很多挫折，最终才得到这来之不易的成功。不过坎坷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。不过由于你太过于在事业上拼搏，因此你会疏忽你的家庭。如果你可以稍微估计一下你的家庭，那么你就会爱情事业双丰收了。C， 你是有福气的命运，你天生长相甜美，从小就有很多的追求者。你对于爱情和工作都没有什么规划，一切都是属于顺其自然的状态。你都是努力的将自己做到最好，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，这样的你会吸引很多人，而且既优秀又努力的你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。你的一生都很顺利，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与坎坷，有美满的家庭，也有称心的工作。虽然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一辈子都很美满。D， 你是一个苦命之人，你没有非常美丽的长相，也没有天生富贵的命运，所以你的一生都是要靠自己去拼搏的。你想要出人头地，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打拼，因为你不像富二代一样赢在了起跑线上，而且即使你付出了120%的努力，可能你得到的结果也与你想象的不一样，你会非常失落，因为你拼尽了全力，还是没能得到你自己想要东西。你想摆脱这样平淡的生活，奈何造化弄人，你的一生都在这样苦苦想摆脱厄运，但是厄运总是围绕着你，苦苦挣扎一生。第二，吃饭快慢多少看命运，4种吃相4种命，你是哪种就是什么命。一，吃饭快的人大大咧咧，人们通常认为吃饭速度快的人在咀嚼时次数较少，这可能对消化过程产生不利影响。由于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，消化系统需要更多时间和能量来处理食物，这可能导致热量利用不充分，进而使脂肪更容易积累。特别是在忙碌时可能不那么明显，但一旦生活节奏放慢，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体重增加。此外，吃饭速度快往往与个性特质有关。这类人性格通常较为急躁和刚烈，他们在处理事情上倾向于干脆利落，不喜欢犹豫不决，讲话和行动直接明了，不愿意拐弯抹角。尽管有时脾气可能不是很好，性格比较直率和大大咧咧，但他们通常重视情感和义气，对待朋友诚恳而热心。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交到知心朋友，并且容易获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。根据传统观念，尽管他们的前半生可能较为辛苦，但他们的后半生往往能享受到幸福和安稳。二，吃饭慢的人有贵人运，细嚼慢咽或在吃饭时分心听别人说话的人，通常被认为性格温和、脾气好。这种饮食习惯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，他们倾向于不急躁，慢慢享受每一刻，甚至在吃饭时也愿意关注周围人的交流和情感需求。从小这样的人往往在家庭中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，因为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与人相处，从而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支持。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和职场中也往往有较多的贵人，
他们由于善于倾听和关心他人，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。他们通常不太有强烈的野心或欲望，更倾向于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，不以事业成功或积累财富为人生的主要目标。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会带来巨大的事业成就或财富积累，但却能让他们的生活更为简单和快乐。总之，这类人的生活态度和性格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得到温暖和支持。虽然可能在事业上不太强势，但他们的人生往往较为顺利和愉悦。他们的存在也常常给周围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，使他们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宝贵存在。3. 吃得少但能肥胖的人不拘小节。一个人的身材除了给吃的多少有关以外，还给自身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的人是怎么吃都不胖。如果一个人每天的饭量不是很多，但是却非常容易发胖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心胸开阔的类型，做事不拘小节，在与他人交往时不喜欢斤斤计较，处事非常的大气，待人也比较的大方和热心。他们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快乐，将名利和金钱看得比较淡。一生虽然没有太大的作为，但是却能获得较大的快乐。4. 吃得多然而瘦的人心思较乱。如果一个人吃得比较多，但是却非常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思比较的错乱，想法非常的复杂，经常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烦心不断。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强势，好胜心非常重，喜欢争权夺利，而且平时话语很多，表达能力非常强，善于交际和应酬。不过言多必失，说话有时候不注意，容易得罪人，给自己招来很多的小人和麻烦。虽然事业和财运较好，但是太喜欢玩弄心计和权谋，容易失去人心。第3，睡觉姿势看一生运势。5种睡姿5种命，你是哪种睡姿就是什么命。1. 睡觉时特别的安静怡然，这种睡觉姿势属于一种特别舒服的睡姿。一旦睡眠，整个人的呼吸均匀，而且不会乱翻身，也不会说梦话，整个睡觉的过程特别的安静，给人一种特别甜蜜的美感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睡姿的人大多身体健康，状况良好，作息规律，性情温和，对自我情绪的管理非常好，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。女人有此睡姿的话，大多天生丽质，有嫁入豪门的可能。男人有此睡姿，处事稳重大方，遇事冷静，容易成大事，好运常伴身边。2. 屈身而睡。屈身而睡指的是人在睡觉时习惯性的喜欢蜷缩着身体，保持一种特别弯曲的睡眠姿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内敛，平时不爱表达，但很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。不过这种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，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，也特别的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，决定做的事情就会非常努力地去完成。在工作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，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取得骄人的成绩。3. 侧身而睡。一般来说，很多的老年人都是喜欢侧身而睡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喜欢侧身睡觉的人一般内心都比较的恬静，不太喜欢吵闹，平时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喜欢计较，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，做事特别的稳重，很有规划，而且看上去很有气质，容易养成一些比较高雅的爱好，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，在事业发展中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财运比较好，家庭生活非常富足，身上具有一些贵族的气质。4. 开口而睡。所谓的开口而睡指的是睡觉时嘴巴习惯性会打开，这种人一般睡觉特别的喜欢打呼噜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种睡姿的人身体的元气容易流出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，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好，
待人处事非常的随和，给人一种也别好相处的感觉，做什么事情都显得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不过内心深处有一些骄傲自大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，人缘非常好，但事业上很难获得成功。5. 咬牙而睡。所谓的咬牙而睡，指的并非是睡觉时闭着嘴，说的是人在睡觉时双腮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，牙齿不时地出现紧咬的情况。这种睡姿的人大多性格和脾气一般比较暴躁，内心非常的敏感，考虑事情比较简单，但是脑子里喜欢胡思乱想，在工作中或生活说话也是直来直去，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也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矛盾，处理问题时性情非常的火爆，而且特别的爱记仇，思想压力非常大，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脾性的话，早晚会吃大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